作为一名出身寒门的大学生，韩胜利3天才敢吃一次肉，其余的一日3餐不是凉皮加青菜，就是青菜加凉皮，伙食费严格的控制在1天5块。一双油腻简陋的凉拖鞋，他穿了1年又1年，唯一拿得出手的外衣和衬衫也是好心的同学送的，裤子则是父亲世袭下来的。在课余时间里，同学们或是闲聊休息，或是在操场上尽情的玩耍，但胜利却在忙着捡他们喝剩的矿泉水瓶，以补贴生活费用。下午篮球场上精彩的对决引来了一众同学的围观，胜利拎着塑料袋默默地站在远处看了很久很久，也不知是在看球还是在看那几瓶球架下的矿泉水何时才能喝完。而在开学之际，父亲韩培应人嘱咐胜利要省吃俭用，努力读书，不然怎么对得起每年将近1万块的书杂学费？我的生活费以前是15块钱是够的，在学校呢也不要吃的老是哈，也不要吃老是好，就是1年学费4000多，住宿费800，还有10倍费，跟下来还就8、9千，将近1万元呢。这1年360天，你看大木说就是平均你以前就20-30块钱住宿，反正是只要你少买些，不要买的那多去。2001年，当胜利拿到石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，父母的心里是忧喜交加。喜的是家里终于出了一个大学生，愁的是1年学费要7、8千，即使把老牛和全部粮食都卖了，也只凑得出来3000多块。但最终老韩还是变卖了所有家产，硬把儿子送进了大学。而为了解决后续的学费和生活费，老韩也跟着来到了城里打工。由于没有一技之长，他干的多是拆墙铲沙一类的苦力活，一天累死累活下来，最多能赚40、50块，且不是天天有活干。可每次讲起儿子是全村的第一个大学生，他都一脸骄傲，觉得再累再苦都值得。今年开学，老韩凑了学费，要凑书费，在他那本泛黄的账本上，债主的名字密密麻麻地写了1页又1页，多到200、300，下至20、30的都有。才过了1个月，儿子又来要生活费，入不敷出的老韩只能让他再硬着头皮熬2天。深夜时分，老韩敲开工地的宿舍门，低声下气的挨个去借。一说到钱，工友们不约而同的纷纷用被窝蒙上了头，只剩下他尴尬的站在那里。这并非是世态炎凉，而是工友的口袋几乎已经被老韩给榨干了。像小李今天垒了一下午的墙，才赚了10块钱，还没捂热便被他借了去。一旁的同乡拍着肩膀调侃道：“老韩啊，你儿子真是有出息，整的哥几个要一起供他读书。”经过1夜的奔走和乞求，加上自己仅剩的100块生活费，老韩终于凑足了220块。懂事的胜利接过去，又还了20给父亲，说只要200就够了。实际上，胜利必须把一切课余时间都用来捡垃圾，才维持得住基本的生活费。最近这个星期，他拾了50多个塑料瓶和10个啤酒瓶，一共卖了7块钱。当导演问到你有没有想过出去兼职赚钱，内向自卑的胜利只是沉默地摇摇头。暮霭时分，胜利借着微弱的夜光在窗前学英语。作为通讯专业，宿舍里一半的人都有电脑，手机和 MP3 基本是人均标配。但胜利什么都没有，父亲还在告诫他千万不能去网吧，以免沉迷在网络世界中。而老韩算是工地上少有的文化人，闲暇时他从不像其他工友那样打牌喝酒，而是一个人埋着头写对联、写日记。智慧能开多彩花，劳动才解幸福果。那我给写的是自强其理，这是2000正月写的。胜利儿学校不在好坏，而是在自己的努力，好好学习，前途是光明的。父亲就是要担负起教育子女，不能搞那些歪门邪道的那些事情。作为来就说，把娃教育好，也就是给社会上也减轻了负担。做了一辈子农民的老韩，坚信儿子只要进了大学，一毕业便能功成名就，随便坐在办公室里敲敲电脑都能拿个6、7千。他甚至计划好，到时有钱了，便趁着自己的60大寿，带着全家人去北京好好的玩一次。可信息闭塞的老韩并不知道，自1998年大学开始扩招后，到2006年又400多万考生进入了大学，这数字几乎是扩招前的3个倍。激烈的就业竞争加上过时的通信专业，使胜利面临着严峻的挑战。而在2006年的第一场毕业招聘会上，几家通讯专业相关的公司都要求具备一定的计算机知识。可胜利在父亲的告诫下，一直将电脑视为洪水猛兽，从来都没碰过。更糟糕的是他自卑内向的性格，逛了一上午，他连一句话都没讲过。次日略显失望的老韩当着儿子的面翻出了账本，一念着给谁借了50，又给谁借了100，以对儿子施加压力。
可随着毕业的日子一天天接近，性格内向的胜利跑遍了所有招聘会，但仍没有找到一份好工作。灰心失望的他干脆躺平了，坦言不管是当保安还是服务员，只要包个吃住就去，那样至少不用再靠家里接济。至于父亲不接受，要接受，因为这就是现实。最终胜利远赴青海，在一个小县城里干户外工程。由于信息的缺乏，他原以为通讯专业是一个在办公室里喝着咖啡敲着键盘的高端工作，但毕业了才知道，这个专业的真实就业场景就是到野外爬电箱拉网线，工资1个月600块，平均1天30，还不如父亲在工地上搬砖。胜利算了算，从小到大上学一共花了10万块，哪怕不吃不喝也要干14年才能回本。而高考结束后，胜利的户口便迁到了学校里，原有的9分耕地也被村里依法收回，也就是说胜利连农村这条退路都没有了。如今老韩开始后悔让儿子选择这个专业，甚至觉得当年就不该让他去读书，连邻居都说如果当年不让娃上学，给他买个3轮车，这货早发了。然随着年龄渐增，当晚迈进的家里已经拿不出1分钱来给胜利盖房娶媳妇，这个曾经的骄傲现在却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。这部由李君虎执导的真实纪录片《父亲》拍摄于2002年。这部片子并不是简单的在歌颂父爱，而是用这段真实经历来回答寒门为何难出贵子。老韩一家的悲剧其实根本原因就是一个字：穷。只让韩胜利可以发奋苦读，通过纸面的分数超越同学，获得进入大学的机会，父亲也可以砸锅卖铁倾其一生帮他完成学业。但他们无法改变的是贫穷带来的自卑局促以及思维认知上的差距。曾经老韩一度相信只要儿子读了大学便能换来金山银山，可最后梦想破灭后，灰心失望的他又萌生了读书无用论。说到底，他相信的不是知识能改变命运，而是学历能改变命运。读书就是一场单纯的投资，但在现实中，学历只是一块敲门砖，而不是取款机。要想在社会上立足，还必须具备沟通、交际、抗压这些基本的生存能力，再加上一定的背景关系，才可能出人头地。而老韩对儿子的家庭教育仅限于那些正确而无用的大道理，从未教会他如何独立自强面对现实生活。此外，老韩还常常通过算账的方式将所有的压力转移到儿子头上，以期望他能更加努力。可这恰恰使本就内向自卑的胜利又新添了一种沉重的负罪感。在日复一日的愧疚中，他渐渐丧失了心智，眼神里充满了麻木和迷离。除了做题考试和拼命的省钱，他已经没有多余的心力来进行自我思考，完全成了一个读死书、死读书的书呆子。所以他不会想着去做家教，去社会上找兼职，将自己的知识转化为生产力。其实读不读这个大学于他而言都是一样的，因为知识并没有启发他的心智，教育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思考和认知上的提升。然后我们就能因此怪罪那个含辛茹苦的老父亲吗？不能。我们别忘了，老韩只是一个普通本分的农民，他同样不能逃脱自己的环境来思考问题。就像我曾经也怨恨我的原生家庭，认为父母是我人生命运的罪魁祸首，但在一次大吵后，我发现那个家里的顶梁柱一夜之间忽然就老了。后来的我才渐渐理解，那个沉重的背影已经为我倾尽所有。而在纪录片的最后，韩胜利去了青海工作，但上学欠下的外债还剩2万多块没有还。老韩明白儿子是指望不上的，于是两鬓斑白的他再次踏上了城里打工的路。临别前，这位一向坚强乐观的父亲第一次在镜头前失声哭泣。我不可能再活50岁，大约再有20年就是我的人生终点站。到那时，我要说再见了我的人生，再见了我的儿孙们。写到这里，我眼泪一件一件地落下来。我那可能是20年的路，可我还要再走。路前边是什么样的路，我不知道。